嗨，大家，今天聊一个正能量的话题。其实啊，我们是不太使用正能量这3个字的，是吧？是的，比较谨慎。因为和它的出处有关系啊，我不妨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我想，大马人很经常会说：“哎呀，我们好喜欢你哦，你这个节目正能量。”也有些人也有可能留言说：“不要再传播负能量了，你们这个天天到晚。”都是这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讲够了没有啊？那么正能量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我相信啊，是出自于中国和以前的一位商业名人本身是有关系的。宋山木，对，他那是一个大胡子，办着一个语言培训机构，年年上春晚。不过那都是曾经啊，他在办公场所最有名的就是对着女同事给他们煤气灯效应 PUA 是吧？对，跟他们讲以所谓我给你输入正能量的形式啊，实际上行了这个性骚扰，然后甚至就是男女苟且之事啊。是，大家可以自行脑补，我们也不便展开了。就有这么一个出处，就导致我们是不太用正能量的，因为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能量的时候，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一个比较苟且的事情，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其实从这个官方的媒体啊，我是指中国的官方媒体开始就用它来形容啊那些好人好事啦，啊那些政府给大家谋的福利啊，做的好事啊，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呢，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褒义的词，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啊，在中国媒体的语境下，正能量可能代表是一个不抱怨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是积极的为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而奋斗，忘记自己的这个小我，可能牺牲自己的家庭。所以啊，一开始很多大马朋友跟我们留言鼓励我们，当然肯定是好心啊，我们也 take it as 这个 compliment，是吧？就是说，哎呀，谢谢你们啊，这个传输的正能量，我们其实是一惊的啊，这个算是正能量吗？因为双重意义上呢，和我们原先理解的正能量不同。第一呢，是它的原始出处；第二呢，不知道大家没有品出来，刚才王太讲的，在中国我们听惯了的正能量，它其实是一个，哪怕是个人，它指的也是为了集体去做奉献。是的，然后牺牲自己。朋友之间有的时候聊天啊，或者打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去揶揄人家2句，你少给我正能量。所以我们可能理解的正能量更多的是那种跟大家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是一种嘲讽，或者说或者呢，另外一种就是官方宣传的，就是政府机构啦这些什么大企业啦，他做的一些他们认为的善事哦那个叫正能量。总之啊，它就褒义褒的都有一点贬下来了，大家也不怎么使用，大家可不可以品得出啊？就有这层意思在。可是呢，我也理解，我就慢慢发现，大马人讲的正能量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也这2天一直在咀嚼，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于英语里面我们说那个词儿叫 positive thinking， 心灵鸡汤。或者说就不是贬义的那种心灵鸡汤而是说心灵鸡汤在中国的语境也被贬义了，跟那个正能量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被用滥聊。好，那么我们换一个词，就像说是一种积极的鼓励，对吧？一种催人上进或者给人良好的心情，总之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个人的偏向积极、阳光、正向的这种意思吧，对吧？我还想说一下，就大家说我们正能量呢，还有另外一重意义上的让我的我感到很惊讶啊，是因为一方面你看，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老是在说这种苦难啊，或者自己的这种糟心的经历啊，要么就是讲你们2个自己的事情，小家庭、小事情也有不少人其实在同步的会批评我们说是传播负能量，也有的吧？是吧？对。另外一头你看讲多了。即便是有些大马的观众，他也会留言说你这个自我感觉讲太多了，好像怎样，意思就是说有一点矫情娇柔造作。所以有人表扬我们正能量，我从这2个意义上来说，我都是感到非常的意外的。你就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继续，因为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观众不会像我们国内的一些网友习惯于叫阴阳怪气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正能量，一定是我们的某一些表达和我们在社区里面写这些文字，在很多的层面上面去打动了他，然后您能够引起他对我们的共情。我们也只是首先是来感谢大家，另外一个呢是在
重新细品中国指的正能量是什么，和我们为什么从诧异到接受来发现，这个文化上有细微的一些差异。就讲的流行的词就是炸裂了，为什么？比如说王太，我就问你，假定说我们在中国的媒体上，视频啊、什么短视频啊上面文章，我们也分享这些说我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历的工作啊、小孩教育啊、什么家庭关系啊等等上面的那种难受的事情，包括说你抑郁的这个事情，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呢？会有人讲这个是正能量吗？我猜是不会。那妥妥的负能量，这个就是你想这是卖惨嘛，就是把自己的不幸说出来。但是我想在马来西亚大家看到我们的是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和传统的不是指抱怨，对吗？抱怨是对你自己的处境、对他人、对外界环境你表达不满。然后呢，我觉得抱怨跟我们的态度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在于抱怨是希望别人或者环境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是有抱怨，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做出了这个变化。比如这样说，我们觉得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根拔起的决定，对吗？做出行动，然后也不能讲什么表率这个谈不上。我们一直的期望的是用自己的行动让别人看到，哦，原来这么想以后是可以这么做的。这么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想把它给记录下来，想能够让别人看到，就仅此而已。对啊，然后至于说到抑郁症，那至于抑郁症是一个事实，我去年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境地，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来了马来西亚之后，我获得了一个一定要把我自己治疗好的这样一个决心，然后我花了钱，吃了药，然后现在也在进行一些自救。我觉得这就是我从自己身上做出的一些改变嘛，对吧？不是只是向大家卖惨说呀，我过得不是很好，晚上睡眠不好，对吧？动不动就哭。这个能够让大家看到，而且还对我们进行鼓励，其实是感到非常温馨的。我们再说回，比如说一样的经历，一样的分享，放在中国的话，我想且不要说官方媒体也不会把你称为正能量了，你首先不一定发得出来吧。是咱们再说好，即便这样的事情讲给家人听，讲给身边的朋友听，哎呀，你说我好痛苦啊，我就感到想不通这个大家怎么眼里只有钱啊？这个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啊，我的那些让我郁闷胸闷的这个地方，假设说，就比如说你爸，你跟他投诉了，跟他讲到这些事情，他会怎么样说你？他会说你很正能量吗？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就是我们儿子最近那个口头禅 "Why so weak？" 你怎么这么不行啊？这么弱鸡啊？怎么人家都行你不行？那一定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身上要找原因。你想一想，你走到今天的这个境地，你这一辈子都在混这是种豆得豆的结果。你看，这就是我发现有意思的地方。除了我们这个出发点不一样，你会看到中国讲的正能量，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它更加多的是要服务一个集体的叙事，主流的价值观。但在这边呢，是偏向于个人的。第二呢，我会发现，为什么周末是同一个事情，说出来，我们的想法说出来，但是放到不同的地方得到的结果会是相反的能量呢？是，这个太有体会了。我现在还没想到这个具体原因但是你就说到这个问题，同样如果我们把我抑郁症的东西放到网上，那别人肯定就会除了我爸爸会典型批评我，他觉得我这是装出来的，为了逃避嘛。我觉得马来西亚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人生很长，然后你就是趁这个阶段。就算是人生当中的 gap year， 慢慢来，然后把自己治疗好，要走很长的路，这一个歇一歇也没有关系嘛。他会给你这样子的鼓励真的，他们就是那种顺其自然，而且就是他们真的是所谓提供情绪这样子，因为他们知道帮不了你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痛打落水狗是，对吗？对，这真的是善良。那么我又发现第二个不同，因为我在很多其他 UP 主的这个视频下面，比方说拍一条好玩的 vlog 拍一个自己的个人感想，也会看到很多大马的观众很热心的在下面对他表示感谢，说谢谢你你这个带给我很多正能量，我也会传播出去，或者说让他这一天可能心情都很好。看多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大马人是很 appreciate 这个正能量的。那到底是什么正能量呢？可能就是一种让自己
感到得到了激励，让自己感到开心的，就它更多的指向是指最终对自己能够造成一些正向作用的，就是正能量了。在大马，我想妥妥的就是一个褒义的一个很阳光很灿烂的一个词，无疑。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观众，如果以我有限的词汇来表达，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非常的强，因为他能够从你的叙述，从我们的文字当中，他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这个共情力在那里。说到这个是，他能够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从小训练的这个阅读训练，他能够理解出你字面意思。你想传递的一种美好跟感激，以及那种珍惜，然后在字面意思之下，他能够看出，能够有这种感情的人，他们可能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内心又是柔软的人，他们希望在这里好好的生活，就跟我们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人一样，他们可能就有这种很强很强的共情力，你知道吗？你这个我是有点被你正能量到了。哎呦，你这是马来西亚是正能量还是你讲大马观众？因为这个阅读理解啊，就是一下子提升了我对大马观众的，也提升了一些共情。说实话，我觉得大马观众因为要学很多的方言语言，我一直有这个概念，因为他的很多时间都会放在语言的学习上面，那就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你肯定在数理啊其他这个事情上花的时间就会比较少。第二呢，你要学各种语言，你就不一定会把各种语言都学得很精，但我只是指这个文字表面的比方说词汇量啊，这个文字用意的深浅啊，这个上面的精。不过你刚刚这个就突出的特别好，就它是一种就好像是可以红外线一样，是可以感知到你发出这个意涵的本意，不一定说我在文字上我能够理解古文，这个叫阅读能力很强。是啊，你讲的就是说，我是从对方这作为个体出发，他想讲什么呀？他当时这个处境一定会有些什么心境啊，碰到什么难处啊，他可不单单是感知，而且呢，大家会用语言来表达出他这个感受、同情，有时候给一个红花啦、爱心啊、抱抱啊，甚至看到你也会这样啊。那我就是从阅读能力说开，我就发现这个接收能量，而且还发送回去，这个能力特别强，特别厉害。你说的这个发送回去，它是多维的发送。那个最直接的，当然就是直接在我们视频下面去留言，然后再进一步的给我们写邮件，然后问你所要你的 WhatsApp， 然后线后给你这个交流或者寄送一些这个很好的书籍给我们。我还记得在我抑郁症下面有一位观众说他要给我们赠书，然后后来跟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也是马来西亚人，但是长期生活在国外，他是趁着这个回来探亲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个书还有从台湾带了手信交到你手上，转交给我。然后他在这个书的扉页上面跟他太太两个人都写下了很温暖的话语。你看他就外化到行为上。然后第三个我告诉你一个 amazing 这个 moments，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最近正好我又去回看了我们当年1年之前做抑郁症下面的一些观众评论，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发现有好多给我当时留言鼓励的人，他们是我们欧卡欧卡的观众，而且不光是我们欧卡欧卡的顾客，而且不光下了一单，是下了持续很多单，也是观众啊，就是盯着这个肌肉看的一种观众啊，就是对，而且他们不是说知道我们创业之后，其实他们知道客服是我，可以直接跟我 WhatsApp 上面交流嘛，但是他们就真的是超 nice， 他们先下一单，然后就是在我们送到的时候很快的鼓励你几句，然后再或者是给我买完单之后，然后告诉我说，你再鼓励你几句。甚至我们还会碰到说，有的观众跟我们在我们送单的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讲起说，其实自己以前也有过这种抑郁症的这个经历，还会关切问我说，你还吃不吃药？甚至有一个顾客，我记得他跟我讲，他说你的这种不配感，其实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过一模一样的这个想法，我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他愿意去跟你分享。你说这种是多么美好的双向奔赴跟这个往上的奔现，往上往下的奔现啊！说不错，我们从它的缘起啊，然后讲到我们对正能量的辨析理解，没有想到还可以，我要吃，还可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正能量，对，Wilson也来给我们送正能量了，来看看这个，给大家晒一晒。他用这个 Doreen 做的是什么？
salsa，然后加那个 nachos。怎么感觉那个是热热的？这是热的，哇哇， ，salsa 叫什么 salsa 对，就是 salsa，好美。啊，好美啊，一个蔬菜色拉是吗？就是 salsa，柠檬，然后还有就一点盐。意外的惊喜，有我的份吗？谢谢你。你们两个分的是？这个故事啊，我还讲给过其中一个基督教的朋友啊听，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为我们感到开心，他甚至于说啊，你是一个蒙福之人，可不是吗？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了能量，也通过这个事情啊跟大家聊一聊。不过呢，我现在觉得我有时候是在传播负能量啊，这个事情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苦恼啊，我真的要大家来帮助我一下。怎么说？哎，你看啊，一开始我们就这样聊着，对吧？我记得他说，老是看到我这个头啊放到电视机上很大的，这个很难看，很难受。我很记仇的，那怎么办呢？我就这个放了很多公路上的街拍呀、或者说是那种 road trip 在路上的这个视频。好了，现在又有人说老方这个又没有意思，你说我这个人长得难看吧？传递出了不少的负能量，我到底该怎么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人家有 permission to feel， 人家看到了我们，人家表达自己的这个观感，对吧？我们首先要允许别人去表达，然后也共情人家。但是对你来说呢，你就只能虚心接受，坚决不改。那怎么地呢？给你我很抱歉呀。我给你定做一个人肉的这个面具，就是大家喜欢看哪个帅哥，然后到时候戴一下。还要戴面具啊？换头嘛，就把你不用不用，那种。这个脸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你给我去弄一些头发就好了呀，像周杰伦一样给我带一些头发啊，然后呢，帮我再稍微化妆一下啊，说不定大家就爱看我了，我就开始传播正能量了。你这个归因真的很有意思，怎么了？是，对，怎么了？对，嗯。